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催化剂，我是崔俊。今天呢，带来一款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漂亮的豪华 SUV， 这就是全新一代的路虎揽胜运动版。之前的全新一代的路虎揽胜，我想在设计上应该是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那种非常高级的、简约的工业美学的设计，确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作为揽胜家族代表驾驶乐趣的揽胜运动版车型，也迎来了全新的车型，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体验的这一台车。这台呢是首发限量版车型，P400。对于这台车来讲的话，在整体的设计外观上，其实是和大揽胜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因为它是运动版，所以在很多的细节方面有它自己的一些设计的特点，比如前脸上半部分其实就是大揽胜，但是下半部分为了增加这种运动的感觉，区分于揽胜这种非常宽大、非常豪华的这种大气的这种压迫感，所以它下部采用了两侧非常宽大的这种进气口的这种鼻孔，然后还有包括下的前唇，这样整个前部看起来其实它的运动感是非常强的。这是前部揽胜运动版和大揽胜非常重要的区别。它的侧面呢，其实和大揽胜看起来也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异的，因为揽胜运动版的整体的车长相比于揽胜的加长版是要略短一些的，它的车长和揽胜的标准版的车型是一样的，整个车长不到5米，轴距呢不到3米，是2997毫米。但是不同的一点，它配置了非常大的23英寸倍耐力的蝎子胎，这个尺寸是非常夸张的，所以整个让这台车的下部是非常饱满的，我觉得运动性也是没得说。侧面首发版的这个金色的装饰，这个也是路虎一贯采用的这种设计的元素。这个小的飞翼也是不同于大揽胜的熟知的设计的这个区别非常明显。车高是一样的车长缩短了，所以整体看起来这台车的侧面看起来要更修长一些，相比于大揽胜那种加长版的那种霸气，这台车应该显得更灵秀了一些。尾部这台车是一目了然和揽胜是完全区隔开的，它并没有采用揽胜那种非常简约的竖置的和隐藏式的车灯，非常鲜明的就是用红色把尾灯标注出来了，而且采用这种连贯式的设计，这个就是揽胜运动版非常重要一点。而且最关键的，我觉得非常好，下部是设计非常宽大的两侧的排气口，这个也是和这台车的运动的属性相搭配的，代表这台车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动力的一个属性。所以这是外观揽胜运动版和揽胜不同的一点，内部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但是这台车我更在意它驾驶起来怎么样，所以我们坐进车内去好好看一看。坐进内饰呢，就是你非常熟悉的全新一代大揽胜的布局和设计风格，质感没得说，你手能所有摸到的地方都是真皮的包裹非常的豪华。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揽胜运动版的方向盘呢是采用了3幅的运动式，和揽胜的这种2幅式的复古的这种方向盘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唯一的一个小的设计上的区别，其他的部分都是大差不差的。门的内饰板有些变化，打开可以看一下阳光下面这一部分其实是碳纤维压制的一个面板，这也是运动版独有的。所以呢，运动版车型，那么我们就不再多聊内饰了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我们就赶紧上路开一开，看看揽胜运动版全新一代车型有什么不一样的。揽胜运动版，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尤其是和大揽胜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驾驶的感受。因为
运动版有这么个定义在的话，那这台车其实会更多的调教方面去为了驾驶的乐趣去来考虑。P400啊，这是这款车型的型号，也就是 3.0T 的发动机，48伏的这个轻混系统，这个现在是路虎全新车型的标准配置了。400匹马力，其实驱动这样一台车来讲的话，你能够随时的感觉到来自踏板的角度的加大而带来的这种动力的上升。虽然这是一台体积非常庞大的车型，但是加速依然是非常顺畅的，因为它的0-100加速依然在6秒以内。所以对于这样一台运动型的 SUV 来讲的话，车身非常的高，但是在弯道的时候，悬架抑制这个车辆侧倾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同于揽胜的一点，因为揽胜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舒适性的一个车型。那么这台车的话，悬架的灵敏度，甚至包括这种运动性的调教，要相对揽胜要来得更快一些，也就是它的各种反馈要更快一些。即使是现在我们在运动模式是一个自动的模式下，你随时能够通过你的动作来去决定这台车的一个即时的一个反应，一个动态的反应。这台车还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台车非常的安静，从你启动发动机那一刻开始，基本上不会听到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所以这台车的静谧性非常好的。即使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你只能轻微的感受到23英寸轮胎和路面的这种缝隙反馈回来的这种震动，那么其他的噪音全部被隔绝在车外。所以这是揽胜这个级别车所必不可少的。虽然它是一个运动型的车型，但是静谧性还是它的强项。当然这台车除了在公路的这种性能之外，同样还有路虎的全新的全地形反馈系统，而且一共是有9种模式可以进行选择。所以既是路虎又是揽胜级别，所以它兼具了公路的驾驶性能以及越野的专业性。所以这就是路虎揽胜家族所带来的一个你独有的一个享受。这个享受就非常的极端，极致的舒适和极致的越野的专业性。当然对于运动版车型来讲的话，好开是这台车又新增加的一个特点。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简单的来体验了一下路虎全新揽胜运动版。我是崔俊，我们下期再见。